我们用几个视频来介绍一下隔离差分模块。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严格意义上说都属于隔离差分的模块，就是它们都是跟被测电路让被测电路和示波器这边做电气隔离，然后它的输入都是可以反向，然后做差分输入的啊。这个是我们最早推出的，这个可能比较熟悉 IDM01，就是一个测高压的隔离差分模块，适合高压和热地的情况。这个是最大可以测正负800伏的。然后这里主要提一下是 IDM02和03，是我们最近推出的。唯一的区别是01的带宽是50K 啊，02的带宽就是100K，这个是300K。但是后面我们还会出更高带宽的，会有不同的模块啊。这个我们会单独做一个视频。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视频了啊，基础的视频，我会再更新一个视频。那接着从它的基础上推出的这个是 IDU02，这个是跟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它是测小电压的，这个是测高压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客户建议是我们的应用场景里头会有一些测毫伏级的电压，那这种用它是不可以的。那用这种的直接用示波器测的话，我们最小有20毫伏的档位，其实可以测个几毫伏的波形，再小都没办法测了啊，它的精度也不太够了，而且它的工地不是隔离的，也不是差分的，因为有时候你需要测一个中间电阻的两端的电压，比如说，那你其实有时候是没办法去接地的啊，因为一旦接地就会对那个电阻的那个回路产生影响，这时候就需要隔离差分的测一个小电压，像这个就是是隔离差分的，然后它有4档，也是侧边这边有4档。啊，可以正负20伏的量程，一直到正负80毫伏的量程啊，正负20毫伏正负80毫伏的量程啊，这是一个。然后这个是针对另一种应用的是电流模块，是正负125毫安到正负25毫安这种4档的量程，就是测毫安级的小电流的波形的啊。它的带宽，它们两个带宽都是100K 啊，需要更高带宽，我们可能需要定制一下啊。那这个的电流模块它是串联式的。串进电路的有0.8欧姆的内阻啊，它是通过这个内阻产生的压降串入电路产生的一个压降，然后测它两端电压，然后转换成电流的啊，这是一种。那所有的这些模块你不能单独使用，就是目前我们是给 LOT 示波器配的，就是直接这样插的啊，它的扩展口的啊，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用的。但是不通用，你没法接到别的示波器，都是这样子插在这个第1的这个扩展口这样使用的。如果你买了 LOT 的示波器，同时你可以后期自己加这种模块，隔离差分模块也可以同时买。买的时候，因为示波器总会带上标配的探头，这是一种乘1乘10可选的探头，当然我们还有一种灰色的这种探头，所以你买了以后，这个模块是不会另外配线的，那你刚好就是可以直接用它的探头来做，比如说测高压的隔离模块，你直接打到乘1档就可以了啊，不要乘10了，因为它的倍数就混乱了啊，就打到乘1就是一个直连线，然后这边通过这边侧边选它的档位就可以了。好，这边就乘1就不用了。当然这是高压隔离，那小信号毫伏级的隔离模块你也可以这样子啊。它有个优势是说，你平时测毫伏的时候，比如说80毫伏以内，你就用乘1档位啊，它也相当于直连线这样子测。你还可以打到乘10，相当于把它的量程扩大10倍，也是信号衰减10倍，因为它的内阻是1兆，跟外头这个乘10是可以配合起来的啊，可以扩展。如果你买了我们的示波器，同时还买了信号源模块，其实还会有这种配线，当然你可以单买啊。这种直接是额仪夹配线，直接是没有乘1乘10的档位的，直接是直连线啊，这种都可以接，跟他们所有的这种模块都可以配合使用，电流也可以。这样的使用。还有一种线是单买的，这种会高级一些，就是这种，比如说您可以买这种线，它可以延长，它这边是扩展口的啊，可以扩展，比如说像这种接头，也可以像这种接头，对吧？也可以是这种接头，有三种接头，然后也可以扩展，像这种啊，拿这种线两头都是这样子的话。可以直接这样接连，就可以做得很长啊。那这种线是单独买的，是根据你的需要自己单买。那这个是肯定会单配的，其实你可以用这个就可以了啊。这个是信号源上会配的。
订正一个错误，我发现电流这个是没办法用示波器探头的，即便是成一档，这边即便是打到成一档，它也不是直连线，不是导通的直连线，是有一定电阻的，所以对于如果是串联使用，因为它是需要串联使用，它0.8欧的内阻，这个电阻不止0.8欧，所以基本上是导致它没法使用的。所以我们的电流探头更正个错误，它必须是这种直连线，其他两种直连线，到时候我们会带上这种线，那就不用这种探头。然后所以我把这个线路的接法给换了，原理是一样的，电源出来以后，相当于把它串进去，然后把光源表串进去，整个串到一个回路里面，这样你看我们从这边电源上可以得到读数。这边光源表也可以得到读数。软件这边你需要在探头，我们在 B 通道，这个是扩展在 B 通道上我们在 B 通道这边有个探头，为了统一，我还是用的英文版界面当然国内客户拿的是中文版。选中自定义探头，然后这边下拉列表里头可以很多支持的。这是 I01，我们选 Loto 的 I01，达到125毫安档，点125毫安，这就 OK 了。它这边都已经标定好了，显示出来。那我这边开始拧这个电压，你会发现电流会上升。你会看到这边测的电源输出的，它测的是34毫安，光源表是39毫安，我们这边是37毫安其实应该是以光源表为准的。那这个它是我们这边的峰值最大值会在跳平均值是37毫安，因为它会有一些噪声噪声是这样子的。那么继续加大。现在是电源是94，光源表测出来是99我们基本是在96平均9699之间这样的跳会有一些噪声。其实是应该以它为准的，看起来电源是不太准的。那我们的是介于它俩之间的因为示波器测直流电压或者电流是绝对比不过它的精度的这是正常的，因为示波器本身就不是做这个，它是测动态波形会有优势咱们继续调126这边是131，已经超过它的量程了这边是最大是125毫安，所以你会发现，比如说我继续加大，我加大到200多毫安，这边也超量程了它是200毫安档，它这边也超量程了。我这边的数值你会发现它已经不变了，已经固定在136了，所以它也是超了量程了。超量程它饱和了，就不往上变了。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说，125毫安的量程，你高过125毫安就不采用了我给它降下来，降到125之内70几毫安如果说你不希望看到这些噪声，你可以在这儿选高分辨率模式那它就把那些小毛刺都消除掉了，就比较精细的一条线，这样子大概76.8基本上在77左右，它是77.7，它是73这个是不太准的那大概是这样。那我们测一个很小的电流，比如说我拧到最小它这是11.9毫安，它这边是它显示7毫安它最小已经不准了我们这个11.9也可以。那我其实可以打到最小档位25毫安的档位。好，我打了档位以后，你这边必须得重新选25毫安。看它11点几，你的 B 你可以把它继续放大11.7左右，它是12点几它这边电会在变化。所以你可以放得更大，测更小的电压，电流，那这边没有办法更小了它最小就11毫安左右这个大概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它的过程测试过程，还有它的精度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动态的波形的一个测量。接线还是这样接，一个示波器带一个I01的电流模块，这边是接了一个电阻，看，这边是信号源、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一个电压波形，这个电压波形，串了一个电阻，相当于这个电阻和它的0.8欧的内阻串联，然后加在这个它的两端就是一个电压的两端。这样的话，信号发生器产生了一个带波形的电压，在80几欧姆的电阻和这个0.8欧的内阻上面形成了一个电压，于是在它们的串联回路里产生了一个电流，那它就来测它的电流
产生，因为它串在里面，它里面就是电流的情况。那我们看这边就波形就出来了，基本上这平均值就没意思了，我们就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峰值，峰值是28毫安。看，这是一个28毫安的波形。那当然我们可以通过降电压，降一下电压。现在4伏，现在2伏，降了一半，这是14毫安的。我们再降一个，降它的偏置吧，把它偏置设为0。好，偏置0，我看幅度降到1伏。它应该是7毫安左右，对，7毫安左右，然后可以继续加大波形。这是一个7毫安的一个波形，1K 赫兹7毫安的波形。那么继续降，400毫伏。好，这是一个2.6毫安的一个波形，我们可以继续放大，2.6毫安的一个波形。那么继续降100毫伏。好，这是一个0.7毫安的一个波形。然后看它应该是继续降不了了，这个是最小100毫伏。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这边是0.1伏的一个电压，加在一个90欧姆的电阻上，然后产生一个电流，然后通过这个模块把电流的波形测出来。好，大概是这样子。再后升回去200毫伏。这是1毫安、1.2毫安的一个波形，1.2毫安的。好，我们看一下这是我看峰值是1.2毫安，频率，看一下频率是1K。好，那我们把频率设成10K，大概10K，然后30K， 50K， 100K， 太大了，100K， 好，大概0.707倍基本上带宽基本上到它的带宽范围了。好，我们把电压提高一点，电压这还是0.7毫安的，电压是1伏。这是一个3.7毫安的一个波形，100K 的样子。好，